你相信穿越吗？1990年9月9日，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就发生了一起沉船事件。当时在卡拉加机场控制台上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生了一架已经淘汰的道格拉斯型客车飞机飞临机场。遇到这种情况，在飞机落地后，机场人员立刻动用警卫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并与机组人员取得了联系。当时他们对话是这样说的：机场人员说，这里是委瑞内拉，你们是从何处而来？飞行员听罢惊叫道，天啊，我们是泛美航空公司914号班机，由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怎么会到你们这里来？这可误差了2000多公里。看机场人员不信，他马上拿出了飞行日记给机场人员看，而结果让机场人员吃了一惊。在飞行日记上清楚写着，该机是1955年7月2日起飞的，时隔了35年。机场人员根本不信，以为他们在骗人。可后经电传查，714号班机确实在1955年7月2日从纽约起飞，飞往佛罗里达，可在途中却突然失踪了，并且机上50多名乘客全部都赔偿了保险金。这些人回到美国的家里，令他们的家人大吃了一惊，孩子们和亲人都老了，而他们仍和当年一样年轻。美国警方和科学家们专门检查这些乘客的身份和身体，认为这不是闹剧，而是事实。故事到此结束。可关于他们讨论，在网上却从来没有停过，并有些网友把他们列入世界未解之谜当中，讨论这架飞机这些年究竟去了哪里。有人认为这架飞机消失可能与外星人有关，也有人认为914号班机进入了时空隧道，从1955年穿越时空来到1990年。总之，各种猜想层出不穷。不过不管这件事传得有多神，研究人员坚决不相信这架914号班机真的意外进入了时空隧道，或是真的在空中飞了35年。于是有人立刻展开调查。有趣的是，关于这起发生在南美洲的914号班机事件，国外网站资料甚少，反倒是在中文网站广为流传。而上面我们提到的泛美航空公司，虽说这曾是美国最出名的一家航空公司，但在50年代至70年代，泛美航空公司只经营海外业务，并没有经营美国政府管控下的国内航空业务。所以在1955年，泛美公司不可能拥有从纽约到佛罗里达的国内航班。后来在1991年，这家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以及受洛克比空难的影响，宣布了破产，这直接给人们来了一个死无对证。而从翻阅1995年和1990年的相关资料来看，在文中也找不到这2次失踪事件。要知道，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空难记录中收录了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地的大小空难，甚至很多没有人员伤亡的小事故也都记录在档案。如果917号班机真的在1995年7月2日失踪的话，没有理由找不到。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了，是不是时间错了？那好，那我们就放眼整个7月。整个7月虽说发生过3次严重的空难，但这3起事故也完全与914号班机事件对不上号。如果914号班机事件真的发生过，不可能在世界空难记录中毫无踪影。另外，查阅泛美航空公司的空难记录发现，在整个50年代，道格拉斯型客机也只发生过1次严重的事故，那是在1952年4月11日，一架从波罗的哥飞往纽约的客机在波罗的哥海坠毁。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语文中飞机失踪事件类似的事情。我们再说说在未来，也就是在1990年，如果当时真的有一架穿越25年抵达的飞机，大家认为外国的各大报纸、各大网站会没有报道。除了以上破绽外，如果我们用英文搜索引擎搜索相关的内容，得到的只有一些中文网页的结果，英文媒体、书籍、网页中对这一件事的记载几乎为零。如果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大家认为这样可能吗？由此判断，914号航班事件只是一个谣言。好了，我是叹为观止，我们下一期再见。